父母与孩子到底该如何相处？是倾尽全力的托举，还是听凭命运的顺其自然？这是每一个推门走进家这个道场的人终其一生都要面对的功课。若不托举，怕孩子在泥泞中沉沦；若不放手，又怕在关怀中窒息。我们在这两种极端的焦虑中反复横跳，试图找到一个确定的算法。其实，真正的爱从来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拉扯，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承载。在那座古老的寺院里，曾经有一个小沙弥，满脸愁容地问师父：我日日给这莲花施肥除虫，恨不得替它拨开花瓣，为何它还是长得不如野池里的那一朵？师父只淡淡说了一句：清晨观叶，午时赏花，夜来听雨。你做的太多，看得太紧，别忘了池水的深浅要依着莲的性子来。你若总是搅动池水，莲根何以安生？这或许就是答案。所谓的智慧，不过是在亲子关系中找回那份不动的定力。承载不是把你认为好的路铺在他脚下，强迫他走，而是让自己成为厚实的大地，无论他走向何方，脚下都有根基。真正的承载是做土壤，而不是做方向盘。在这个城市的某一角，有一家常年弥漫着麦香的面包店，店主老林以前是在物流公司负责精准排期的调度员。在那份就职业里，他的生活被分秒必争的逻辑统治着，车次、航线、到岗率，每一件事都必须在预设的轨道上精准闭环。后来老林接手了这家小店，他把那套精算师的习惯带到了案板上。他像对待精密零件一样对待面团，克数、温控、发酵时间，每一项指标都必须在他的严密监控之下。他太想做出一只完美的面包了，就像他太想做一个完美的父亲。然而那些面团在被他严密盯手反复揉搓后，烤出来的成品却总是僵硬、死板，失去了麦子本该有的轻盈。那天，原先店里的老店主，一个常在附近喝茶的老人家，闲步走了进来。他看着老林那双因为紧张而布满青筋的手，轻声嘟囔了一句：老林，你这手劲儿不对，你这是在揉面，还是在跟面团打架呢？你把它攥得这么死，它气儿都喘不匀，回头进炉子一烤，准是个咬不动的死疙瘩。这面粉跟人一样，你得给它留点空，他自己可知道怎么发。老林愣住了，他下意识地松了松手，掌心却传来一阵硬邦邦的反弹感，那种带着温热却又倔强抗拒着的张力，让他额头渗出了一层薄汗。这种感觉太熟悉了，熟悉的就像他用力推开儿子房门时，儿子那猛然绷紧的肩膀，那种虽然坐在那里，却像拒人于千里之外的顽石般的感觉一模一样。那是一种因为被过度冒犯而被激发的求生本能般的僵硬。那一刻，老林没有说什么，他只是默默地收回了手，给案板上的面团盖上了一层松软的白布。他不再去数发酵的秒表，而是转身去清理那些被他弄乱的橱柜。那天回家，老林变了，他推门的动作很轻，不再带着那种视察工作的气势。路过儿子的房间，他看见里面透出的灯光，手在门把手上旋了一下，终究没有推开。他只是蹲下身，把儿子踢歪在过道上的拖鞋轻轻摆正，然后一个人走回了厨房。饭桌上，他第一次没问模拟考的排名，他只是埋头喝汤，偶尔抬头，看到儿子正带着一丝不解和戒备打量他。老林没接那个眼神，他把那碟火候正好的排骨往儿子手边推了推，语气平淡：今天的肉烂，多吃2块。这一刻，家里的空气不再像个随时会炸的压力锅，而像是一方终于沉静下来的池塘。我们为何总想成为那个方向盘？因为我们害怕，在这个规则丛生、竞争激烈的时代，父母的焦虑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的极度恐惧。
我们害怕孩子一旦偏离航道，就会坠入深渊。这种焦虑的背后，藏着一个我们不愿承认的真相。我们是在通过控制孩子，来缓解我们自己对生活无能为力的挫败感。我们希望孩子成为那个更好的自己，却忘了，他首先是他自己。很多时候，我们所谓的托举，其实是把孩子扛在肩上。这看起来很高，可孩子却看不见脚下的路，他只能看见你的后脑勺。等有一天你扛不动了，把它放下来，他会发现自己从未真正行走过，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平衡自己的重心。真正的托举是像大地一样沉下身来，大地从不决定一棵树往左长还是往右长，它只是默默地承载着根系的蔓延，给它水分，给它矿物质，给它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底气。大地是最沉默的，也是最深厚的。正如禅理中所说的，手中之沙，握得愈紧，流失愈快。当我们试图去管理一个生命时，生命的回馈往往是枯萎，而当我们试着去照看一个生命时，生命才会自然地绽放。那么，在这个充满竞争与压力的现代社会，我们究竟该如何实践这种大地的承载之力？这不是让我们撒手不管，而是要我们将管的能量转化为撑的力量。当孩子沉迷于手机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数字世界里迷失方向时，传统的控制是愤怒地夺走手机，是切断网络，是无休止的说教。这就像是强行把一棵树从土里拔出来，试图以此纠正它的生长方向。而智慧的承载是做那盏灯，你不替它走夜路，但你点亮灯，你平静地告诉它规则的边界如大地般稳固，不因他的哭闹而动摇，也不因他的祈求而妥协。你不是站在他的对立面去审判他，而是在他的身旁坐下来，陪他一起看清屏幕背后的虚无。你问他，你想在那个世界里寻找什么？是快乐还是逃避？你不做他的狱卒，你做他的向导。你提供现实世界里更有趣的连结，一次郊游，一场运动，一顿共同制作的晚餐。你用真实的连结去对抗虚拟的诱惑，这是土壤对根系的滋养。当孩子在学业中遭遇重创，考试失利，或是被同伴排挤，满身伤痕地回到家，焦虑的父母会急着分析原因。我早告诉过你要努力，你应该这样反击。这是在伤口上撒盐，这是把孩子推向更深的孤岛。而智慧的承载是做那个容器，你不需要立刻解决问题，你只需要在那里稳稳地接住他的情绪，就像大地接纳落叶，大海接纳雨水。你告诉他，我看到了你的痛苦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坐在这里陪痛苦待一会儿。你不剥夺他爬起来的勇气，但你提供让他喘息的安全区。你不评判他的摔倒，你只确认他的存在。迷茫时点亮一盏灯，但不替他走夜路；跌倒时伸出一双手，但不剥夺他站立的力量；远行时站在身后目送，但让他自己选择方向。心无挂碍，方能无有恐怖。亲子关系中最难也最美的境界，就是带着爱放手，怀着祝福目送。这场生命的相遇，本质上是一场互相成就的修行。透过孩子的眼睛，我们重新清洗了自己被世俗蒙尘的视角。通过陪伴孩子面对恐惧，我们治愈了那个曾经躲在角落里被苛求过的自己。我们在教孩子坚强的同时，其实是在教自己宽容。我们在教孩子独立的同时，其实是在教自己放下。这不再是一场单向的付出，而是一次归零的修行。当你彻底放下那种我必须对他的人生负责到底的傲慢时，你也就从那种沉重的束缚里解脱了。愿你在这段漫长的缘分里，既能如大地般承载，给予孩子最踏实的安全感，又能如清风般洒脱，懂得在最恰当的时机优雅退出。最好的托举，不是让他成为你期望的样子，
而是让它有力量成为它原本的样子。在这场告别里，我们学会了爱自己，也遇见了一个更慈悲、更通透的自己。让爱成为自由的翅膀，让缘化作各自的圆满。愿这片大地常青，愿那朵莲花自在。本期分享到这里，希望能为你忙碌的心带来片刻的宁静。如果你在与孩子的相处中也有过那种放手即拥有的瞬间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故事，我会认真阅读每一个灵魂的呼吸。愿你心如大地，万物生长。下期再见，订阅我的频道，一步见山，见自己。